今集我哋去到凍定烏龍茶嘅發源地溪頭，採茶、油茶、做茶，再飲翻杯靚茶。夜晚去探訪螢火蟲，仲去索溪玩水食美食，以及入住天然杉木打造嘅山林民宿。講到台灣茶，唔能夠唔提南投縣啦。南投縣嘅茶園面積佔全台灣茶園面積55%。今日我哋就到溪頭學做一日採茶人。歡迎各位來到我們凍頂烏龍茶的發源地鹿谷。對，那你們所在的這個地方呢，就是我們凍頂山的一個地方哦。對，那我們今天呢要來做一件事情，叫做一日採茶人的一個體驗。那你等一下呢，這一片茶園呢，就是要教你們大家如何去採摘一個標準的一個凍頂烏龍茶哦。拎住小茶籃，帶住小豆粒，行入茶園度，聽下導覽人員介紹，了解一下茶園嘅運作同埋採茶嘅重點。呢，我們要採摘的一個茶的品種呢，叫做金萱烏龍哦。那你們可以去看看它的葉脈的形狀哦，它是一個呈現一個45度角的一個，就是一個形角度哦。對，通常哦就是會一心二葉這樣握住以後呢，輕輕的折它，把它轉起來，哇，這樣就是一朵一心二葉很標準的一個茶葉哦。對，那這樣的茶做起來，它就會又香又有滋味哦。好，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農夫茶水。那為什麼會提供農夫茶水呢？那就是因為平常在茶園裡面你會看到都是沒有遮蔽物的哦，那會很熱，所以我們就會提供這樣的一個茶飲給，就是我們採茶的不管是採茶的，或者是就是來體驗的客人。一邊採茶一邊飲靚茶，先會完成體驗㗎。喺茶園完成採摘，我哋就會返到去茶莊學習點樣製成茶餅啦。第一個步驟係製作茶餅嘅包裝封籤開始。跟住咧，我哋會親手搓茶、油茶、聞茶。喺油茶嘅過程中，茶葉就會慢慢成型，然後咧就會做出自己專屬嘅茶餅啦。原本茶葉是一片一片的把它變成是一個條索狀的形狀哦。剛剛做的這條封條，可以把它放到裡面去。哦。對，那放進去以後呢？放進去以後呢，我們就會把我們的茶葉慢慢的給塞到這個模子裡面哦，把它放進去模子，把它固定成一個形狀。對，那這種的話呢，最後面就可以完成它的一個茶餅的形。完成製作茶餅之後，我哋仲會繼續品嚐唔同嘅靚茶。除咗凍定烏龍，仲有杉林溪嘅高山茶、貴妃茶、少女紅茶、炭焙功夫茶等等。採完茶，我哋先到民宿辦理入住手續。今次入住位於溪頭半山腰嘅金台灣山莊，呢度個櫃位人員24小時會提供服務㗎。一齊嚟開箱今日入住嘅房間啦！今日入住原木景觀雙人房，房間面積280平方尺，房價係2820蚊新台幣，大概等於港幣678蚊。呢個價錢呢已經包括咗早餐㗎啦。之前提過，呢度係純天然杉木打造而成，所以房間一樣係被杉木所包圍㗎。空間咁大之餘呢，一路望過去嘅露台，觸目所見就係山林景色啦。啡黃杉木、
翠綠山林真係有種住喺森林小木屋嘅 feel 啊，好舒服，好輕鬆寫意啊！驟眼望過去呢，房間都十分之寬敞，床前呢就係大電視、梳妝台同埋吹風機，台上面仲放有牙膏、牙刷、梳等嘅備用品。最加分呢應該係前面嗰塊大鏡啦，吹整頭髮或者化妝都好方便啊！特別值得讚賞嘅就係房間就有飲水機啊，唔單止可以喺度泡烏龍茶，夜晚若果想食個杯麵都好方便啊！當然要去睇埋個露台啦，呢度翠綠嘅山巒美景，迷迷蒙蒙、虛無縹緲，呢啲咪叫做詩情畫意咯。浴室嘅空間都相當之大嘅，設有按摩浴缸，沖涼嗰陣水壓都相當之夠㗎。行山返嚟浸個浴，按下摩最適合不過啊！而另一邊呢就有免治馬桶。沐浴品牌呢係法國密碼 Mavavola 法莫拉，呢個品牌洗髮沐浴露呢係2合為1嘅，洗頭、沖涼、洗面一次過滿足晒啊！金台灣山莊呢仲有提供晚餐，全部都係採用溪頭在地嘅食材啊，味道相當之唔錯㗎。呢個桂筍東坡肉採用咗當季嘅桂竹筍，搭配肥瘦分明嘅五花腩啊，食起嚟不油不膩，入口即化，更加以竹筒為器皿，真係又靚又好味啊！高山放養嘅山竹雞，運動量充足，肉質鮮嫩彈牙，加上台式嘅三杯做法，配飯食真係一流啊！呢條清蒸嘅鱘龍魚呢，搭配咗自家製作嘅烏龍茶去蒸啊，令到魚肉呢吸收咗淡淡嘅茶香味啊，更加飽滿，更加美味啊！鮮甜美味嘅竹筍香菇湯啊，冇飲過真係唔知咁甜啊！再食返一個台灣經典嘅蔬菜炒水蓮啦，炒得恰到好處，脆嫩爽口，清甜美味啊！最後嚟返個又脆又甜嘅番薯啊！正啊！食完美食，我哋參加咗溪頭嘅夜觀活動啊！我哋去嗰陣呢，啱啱好係螢火蟲嘅季節啊，一齊去探下佢哋先。每個參加者呢都可以挑選一個小果實嘅掛飾啊！到4月底才可以看。那今年的狀況下，螢火蟲提早開始。大家知道為什麼螢火蟲提早開始嗎？猜猜看。猜看。天氣變化。南投被譽為全台灣最大嘅賞螢基地啊！每年4、5月左右呢，都係溪頭螢火蟲爆發嘅時候啊！導覽人員同我哋介紹，只要當年嘅雨水充沛呢，螢火蟲嘅數量會相當之多㗎。喺溪頭側邊嘅杉林溪，2月、7月、11月呢，分別可以睇到夏螢、秋螢、冬螢，幾乎全年都可以睇得到螢火蟲嘅蹤影啊！若果你唔係呢個時候嚟呢，其實都有嘅，只係數量上呢冇咁多啫。喺夜空之中一閃一閃，真係幾浪漫㗎，大人小朋友都睇得好興奮啊！
清早起身，我哋去露台睇下風景啊！一整片翠綠山巒同埋雲海就喺眼前啊！旁邊呢仲有竹林美景，成個都好靚啊！金台灣山莊嘅早餐係採取自助形式嘅，炒青菜、菜脯蛋、青竹小菜、滷肉飯、吐司果醬、生菜沙律等等都相當豐富啊！食完早餐，我哋去咗側邊嘅北勢溪參加索溪玩水啊！來到這裡是溪頭，這邊是溪頭的好呆莊。我們今天要走的就是好呆莊旁邊這一條叫北勢溪。這條溪呢，它是我們主要鹿谷跟廣興的主要水源地，所以這條溪的溪水它是非常的乾淨的。那我們在溯溪的過程中有幾個注意事項，一定要注意的是，第一個，我們的頭盔一定要戴好，在行走的過程中頭盔都不能拿掉。再來，還有一點一定要注意，我們一定要穿救生衣。我們的教練的救生衣一定是這種厚的救生衣，這個是讓客人如果遇到危機的時候可以抓我們。這一個人，我們教練的救生衣可以承受到2個人的重量。那再來，身上的防寒衣跟溯溪鞋，我們在行動的過程中一樣都不能拿掉，因為這都是保護你們性命的東西。那我們今天活動開始之後，所有的指定一切聽從教練的口令操作。那在過程中如果有問題，一定要跟教練說 ，OK 嗎？好，謝謝。冇諗過到溪頭除咗採茶、行山、呼吸山林氣息之外呢，仲可以玩水啊！今日呢，我哋就跟專業嘅教練去索溪啊！回程嗰陣，我哋路過好呆莊啊，參觀咗露營車嘅住宿。車裏面有冷氣、洗手間、沖涼房，仲提供咗杯麵同埋棉花糖等等，應該可以喺度 BBQ 添㗎。整體嚟講呢，睇上去都幾正㗎，揾機會要再詳細開箱一下。溪頭地區呢，仲有第2集㗎，下集我哋會學習行山，做下 DIY 嘅小盆栽，同埋開箱另一間森林區嘅民宿啊，體驗不一樣嘅山林風景。最後記得按讚、分享同埋訂閱啦，拜拜。